终于他妈的来这里看日出了，啊！大家好，我是电脑王阿达。那前阵子啊，我又去了趟日本，不过这次啊跟之前不太一样，我这次啊是特地去爬富士山的。那几年前啊，在脸书上看到连友4小泽他挑战富士山成功之后，我非常的震撼，一直在想说啊，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自己也想要爬一次。因为啊，爬富士山一直是我这种日本仔的终极浪漫。不过我虽然有运动的习惯，像简单的跑步啊、重训啊、爬坡的运动都有在做，但是我自己很有自知之明，平地的运动跟真正的爬山的强度啊，其实是完全不同等级的。自己完全没经验的话，贸然去挑战富士山这种大魔王可能会有问题。再加上去年冬天啊，日本有直播主啊，在雪季的时候，一个人上山直播登顶，然后轻装就跑上去了，在半路上就出意外上身。所以今年夏天富士山就禁止独自登山，还有弹丸登顶，而且啊还有人数限制。不过呢，今年年初啊，在脸书上刚好看到有旅行社在揪7、8月份的富士山登顶看日出的一个行程啊。那价格不贵，大概是不到2万5左右啊，有领队带，那也帮你准备了1天的新宿的住宿，还有富士山山顶山屋的那个过夜的住宿。听说山顶那个山屋啊，他自己要订有点困难，像我这种完全没有经验，然后完全不知道怎么弄的，就直接报名这种行程了。那现在既然大家看到我坐在这里，就代表啊我已经成功登顶回来了。那接下来就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跟团啊参加富士山登顶的一个过程，还有一些注意事项。我这次爬的时间是2024年8月8号跟8月9号，这段时间啊，其实日本的天气非常热，光东京啊一周啊就有6个人中暑死掉。但是呢，富士山在这个时间点啊，它最冷的时候还是可以到0度左右，再加上啊，富士山几乎啊一定会下雨，几率高达90%以上，所以大家可以知道说为什么你每次参加富士山行程，想要拍个没有云的富士山那么困难了吧？所以在出发前啊，旅行社有举办一个线上说明会，讲了一些哪些东西一定要带。第一个啊是登山用的鞋子，而且啊他是建议啊不要穿新鞋。但是也是这个原因啊，我这次一个行程啊最大的错误就是几年前买的那个不防水的北脸 Gore-Tex 登山鞋啊。出发之前我还特地检查一下它有没有氧化脱胶啊，结果啊在爬到一半的时候啊，那个鞋子就开口笑了，造成我后半段登顶跟下山的时候啊非常大的困扰。那第二个啊就头灯，因为啊登顶的当天是1点半出发，伸手不见五指。如果你没有带那个登顶用头灯的话，依照日本的规定啊，你是根本就不能出山屋的。我去百货公司啊买了一个快要2000块的头灯，用完之后我就打算把它卖掉了。那我个人觉得啊，我之后应该不会再挑战登山，以后爬枕头山就好。第三个是2节式雨衣，他们有特地的讲说啊，不可以带那种小飞侠的雨衣啊。那我去百货公司本来要买登山用的雨衣，结果我一看啊，一套他竟然跟我说25000块啊，我看了真的有点傻眼，真的是没钱还不能爬山啊。我后来是从虾皮买了一件大概750的2节式雨衣，这次爬我觉得也是很好穿。那这次呢，上山我带的是我之前写过开箱的一个后背包，因为它基本也有防水功能，也很不错。接下来我会为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次出门的时候带了什么装备，然后里面放了什么东西，大家可以看下面这段影片。出发前一晚，我背包已经整理好了，然后领队他会在我们房间稍微帮我看一下我的装备啊，然后看我带的齐不齐，我顺便也分享一下我带的东西。首先这边都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放在最前面。我这个就是之前写过开箱的那个包包，觉得它蛮好用的。然后有2层嘛，它就有分上下层。这边我就把一些干粮，我是带科学面，准备带上去。然后这边就有一些衣服，看看我的衣服，自己带来的那个袋子，先把它封起来。然后里面像这个是暖包，富士山上面的话常年都是0度啊，卫生纸啊、湿纸巾啊这些杂七杂八，还有贴布。因为小屋你也不能喷那种凉那种喷雾啊，会很臭。其实在沿路都有一些小屋，听说啊，有一些小屋啊在卖吃的，所以理论上也不会饿死，但是就是自己准备嘛。然后另外一层这边给大家看一下，2节式雨衣，他说可能会第一个拿出来用到的东西就是先放最上面，所以我把2节式雨衣放最上面，应该马上就遇到下雨。然后接下来这个就是手套。其实我是用平安石健身的手套，然后一些垃圾袋，
到时候雨下大就准备把这个罩起来。好，然后衣服这些也是，发热衣啊，要厚一点毛衣。我打算穿短袖，然后再加外套。这也是备用的衣服。对，这是不带笔电上去。可以把行李寄放在饭店这边，2天的话是1000块日币。对，好，那像我这边大家看，到时候我会带这个，还有我现在在拍的那个 Insta360 Go S， 那这是我的小灯，非常亮。其实我还有头灯水壶现在是空的，打上原路装，然后零钱包，因为它沿路都是需要零钱。各种零钱都会用到那像这个背包，这边还可以放护照之类的，对，就穿这样子。所以主要的行李明天然后只会带2只手机，就这样子。明天早上6点半要出发，明天见。第2天早上我们一大群人会徒步前往新宿附近的车站搭车经过高速公路还有山路，直接抵达富士山的五合目。那现在爬富士山已经没有人从一合目开始爬了，所以大家几乎都是直接搭车到五合目。那出发的一个高度其实海拔已经就有2300公尺所以就已经少爬2000多公尺了。好，这边就五合目，我们要出发了。你看这边这么多人。他们都是要登富士山的团，我们这个就是大团，然后再分小团，然后之后要再往上爬，准备出发啦。现在开始出发了，从那个五合目开始往上走。今天的目的地是3合目，6公里左右。那我们现在就跟着前面的那个导游领队一起走。好，大家可以看到，它现在禁止弹丸登山。弹丸登山就是指当天来回不过夜就直接攻顶，然后直接下山。因为如果你没有在登山旅馆过夜，然后又轻装上阵的话，晚上你可能随便找地方休息，就很容易发生失温的事情。所以现在已经被禁止了。我们走的这段路线是观光客跟初学者专门在走的，叫吉田路线。优点是沿路的山屋跟厕所很多，补给简单，路也相对好走。那缺点就是中后段人比较多，尤其是在攻顶的时候甚至会有挤在一起的一个现象。那5合目到6合目这边地面算是非常好走，都是一个细石沙路，大家走的算是相当惬意。越往上走石头开始越来越多了。由于之前可能有下雨，所以石头路走起来，老实说我是觉得还算好走。我现在已经衣服脱了，现在满身汗了。手上的这个是，希望能要把它湿温有点麻烦。来，大家看一下前面那个霾，速度好快由山下往下。那其实我们刚来的时候其实是大太阳，真的说变就变。走到一半开始下大雨，刺激这就是人家说富士山一定会下雨，撑不起我。好，这边就是6合目，上厕所是要钱的。好，现在从6合目出发，往7合目前进。那说过7合目之后，就开始要手脚并用了。手掌这样子的斜坡，还有4.1公里，要走5个小时。走了。吉田线虽说是观光客路线但讲实话也相当耗体力，中间有很多路几乎都要手脚并用，有点像攀岩的一个感觉前面讲到的一个手套也是为了这段准备的。如果不是因为这次是带 Insta360 Go 3S 去拍的话，我根本没办法一边拿着相机一边走路这里一样7合目，7合目的这种小木屋就很多然后到处都可以烙印那个棒子。对，我现在已经放弃了，不烙了，因为拿回家还是乱丢。
7号木继续往上爬，也都是火山岩、碎石路，就算有阶梯啊，也不是平的，跨度很大，讲实话也不是很好走。旁边大家看到绳子啊，那个绳子是不能拉的，因为很容易啊，连人带绳啊一起掉下去啊。但是啊，如果要跟攀岩的这部分来讲啊，我是觉得这边还算好走。这边啊，我就已经没办法像其他人啊，用登山杖还是可以往上爬。我宁愿啊，手脚并用这样攀爬，感觉比较安全。一旦距离之后啊，整个队伍都会停下来休息个几分钟啊。不过啊，是因为鞋子很容易卡岩缝啊，我那双烂北脸在这边就已经开口笑了。走到后面啊，鞋子一直进了小石头，这一段我爬得非常辛苦。已经到3100公尺，这个大爷很好心在帮我修鞋子，烂鞋，北脸真的很烂。由于我们今晚住在巴合木的山屋，最后这段也是一直都是爬山路，因为啊，巴合木有一个小屋的先生啊，他非常好心的帮我用强力胶跟胶带啊，先紧急修补我那个北脸的鞋底。这个时候啊，小石头跑进去，鞋子的困扰已经改善很多了。不过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啊几乎都是用攀爬的，并不是很好走。啊，终于把石头路爬完了。哦，这是巴合木的最后一段石头路，这是我们那个领队。那接下来就是要开始走这种沙路。哦，我的妈，终于快到了。还有2.2公里，不过我们今天会在半路上睡觉。看这远，这种爬山运动跟你在平地跑步啊、走路啊，还是走斜坡机啊，都不一样。然后富士山它明明有比较简单的路，对。我们这虽然是初学者，但是其实还是很多石头啊。但是有那种不用走那么多石头，应该是导游故意的吧？只要你不爬一下，枉费啊！对，好，目标是在6点半左右达到那个山屋，然后休息几个小时之后就要攻顶。啊，祝我好运！天拜宫，好像是吧？好，3250公尺，这是我们今天要休息的山屋。等一下在吃晚餐，吃晚餐上面睡觉啊，真的有点累啊。这是山屋的晚餐啊。这晚餐跟早餐，这个是料理包，在这里有料理包吃要偷笑啊。对，还有肉自己放汤匙，然后这是早餐，他晚上就把早餐给你，因为早餐大概是12点就要吃，12点要去工地，没有料很正常，因为料在旁边。在这种3000多公尺的地方，有的吃有厕所上，真的是要感恩的。咖喱饭，我要吃饭了，不好吃啊，但是也没办法，我吃偷笑，而且还被赶，追着团员来。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山屋，然后大概6点半到9点就上来睡觉。鞋子都脱掉进去里面睡，它里面是个通铺。要上厕所就在外面这边上，原则上大概6、7点那边睡到1点左右就要起来。这也是大概唯一一个上厕所不用钱的，因为这边上厕所要200块，
这边就是我们的山屋，那它其实就是个通铺啊。这一团都在上铺，它是这样这样子。好，那接下来准备睡觉。几小时后就要起床了。好，现在是那个半夜1点半，然后那个我们等一下出发，然后刚刚吃早餐，整理完之后，等一下马上就出门，祝我好运。好，我们现在出发。大家看到的视线就是我头灯照射出去的。那可以看，外面是真的完全伸手不见五指。对，所以必须要紧跟领队。那现在开始由八合目的山屋往九合目与山顶的方向前进，天上的星星很美，但是呢，并不像有的地方像满天星河一样夸张了。我有拍一些照片，但是完全无法呈现这星空的美丽。在山屋里面，大概全程休息了2个小时左右，睡不着也要逼自己休息。可能因为天气冷，还有空气稀薄的关系啊，我的头当时还有点痛。幸好团友给我一颗普拿疼啊，吃了之后缓解了疼痛不适感，不然的话真的是有点麻烦。那这边呢，就是马不停蹄的赶路，大家可以看到宫顶的山路上人潮非常的拥挤。富士山宫顶现在已经是非常成熟的观光产业，所以像这种登顶看日出的行程在接近天亮的时候，其实是最多人的。大家看一下，这是浅间大社，正常登顶的话，终点就在这里。那如果你要环火山口走到剑峰再环回来呢，是要另外收钱的。而且这一段让我多走快2个小时，相当耗费体力。太阳出来了我们现在就在富士山的那个冠，就是最上方的那个冠，要绕一圈，给大家看一下，太美了，越来越亮了。现在继续往上走。上来了，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就富士山的火山口，然后天亮了，我们终于他妈来这里看日出了。这边就有写富士山那这边就是富士山的最高峰剑峰，它很锯齿状，最高就是这个地方。下山都是一些碎石细沙路前半段还算好走，但是过了7合目之后因为我的2只鞋子都全部开口笑了，再加上路面当时已经蛮干燥的，我一边走还一边往前滑倒，走到后面甚至我的膝盖旧伤还复发。虽然我可以慢慢走，但是领队跟导游很担心我没办法在上午11点半回到5合目去搭车离开。为了不耽误其他人的行程我只好接受他们的建议搭接驳马下山。最后总结一下，这是爬富士山的一些心得。第一个就是衣服真的不必带那个厚外套，我就觉得你带保暖防水的运动外套再加上一些简单更换衣物，还有比较薄的发热衣就够了。因为在山上你没有地方洗澡，你带那么多衣服其实真的没有用。我这次错误之一就是厚衣服带太多，虽然衣服不重，但是它非常占据我的背包空间，所以导致我后来在拿东西跟放东西不是很方便。第二点，由5合目开始，其实就没有任何地方可以丢垃圾了。富士山是规定你带垃圾上山，你就要带垃圾下山。虽然说你可以跟部分的山屋购买矿泉水的时候，我说我空瓶还给他，跟他交换。但是呢，有的山屋是空水瓶，他也不要。这边的时候，我背包很大空间都要装垃圾。我建议大家背包里面至少要留个1/5的空间，准备收各种垃圾，然后之后背到山下去。那第3点就是鞋子很重要，鞋子很重要，鞋子很重要，千万不要跟我一样给那个烂品牌机会，用了几年你觉得旧了，该丢就丢，该换就换。其实我还有其他的登山鞋，只是因为太新了，这大概是我整个行程里面最后悔的一件事情。那第4点，虽然极岩路线算是一个观光客路线，
但根据我自己走下山的一个路线啊，它绝对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如果你也想要挑战富士山或爬那种高山的话，建议大家千万不要抱着侥幸的心态，一定要自己事先练习。像我之前有练斜坡走，还有跑步那些，我觉得意义都不大。如果要我再跟大家建议的话，可能就是练一个跨阶走楼梯，因为在那边呢，它没有水泥的阶梯，也没有现成阶梯，它可能就板子隔的或石头弄的，那会比一般的阶梯高很多。所以变成说，你如果没有去练这个腿力的话，可能走到一半就没力了。另外有空的时候，你要去爬一些山，拉长你爬坡的距离时间，可能会对你练习这个登顶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身上有伤的话，或者旧伤发作的话，自己斟酌要不要走完。像我那一团就有一对情侣，他中途放弃了，因为他们的体能没办法负荷。事后我们领队也跟我们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多走火山口那一段大概多了2个小时，他也是上上下下在爬，也是很耗体力。如果我没有走的话，可能到下山那一段膝盖也不会爆掉。不过现在这都是事后诸葛了。那最后啊，我觉得我这次真的非常非常幸运，虽然因为鞋子跟旧伤的因素啊，下山的部分不是很完美，不过呢，上山的部分啊，我只遇到1场雨，而且登顶之后非常顺利的看到玉来光，而且还走了剑峰火山口。听很多人讲，你爬个5次都不一定会有机会遇到1次，所以啊，以结果论来讲，我是非常满意的。毕竟很多人啊，辛辛苦苦爬上来，遇到天气不好，根本什么都看不到，不要说玉来光啊，甚至可能在山屋那边就取消攻顶了，这种事情也是常有。但是呢，如果你再问我要不要再去爬1次啊，绝对不要，我宁愿爬成龙山。我是电脑王阿达，如果喜欢这张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与开小铃铛。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